各位，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已经达到了 GDP 的260%，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紧缩财政、削减军费、降低福利，还是继续的发债、减税、扩大军费呢？日本正在做后者。今天呢，咱们不讨论情绪，也不谈立场，我们只做一件事儿，把日本当成一个资产负债表。那么日本的负债端260%的债务意味着什么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说，它是不是要爆雷了？日本要破产了？但是问题是，债务率高并不自动等于危机。关键呢，得看3个问题：第一，它的债务是本币还是外币；第二，它的债务由谁持有；第三，融资成本是多少。日本的债务呢，大多数是以日元计价的，而且超过80%呢是由国内的机构持有的，这里面就包括日本的央行、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机构，这就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完全不同了。新兴市场国家一般它的债务高呢，问题在于他们借的都是美元，受制于外部利率，资本一旦外流，它的本币立刻就会贬值，债务立刻就会失控。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借的是自己的货币，日本的央行呢又长期的执行收益率曲线的控制政策，也就是说，它可以影响长期国债的利率。而过去的10多年来呢，日本又长期维持极低的利率水平。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即使债务率高达260%，但是它的融资成本极低，而且它的债务基本在国内循环，那它真的会像你想的那样立刻爆炸吗？未必哦。我们再来看看资产端日本拥有大概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净海外资产持有国之一。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日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持有大量的海外资产，它的国民财富结构呢是对外的净债权人，这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是否真的会发生债务危机不仅要看政府的账本，还得看整个国家的对外资产负债表。日本政府的负债很高，但是它整个国家呢是净资产为正的，这就是它和很多债务危机国家的根本区别。那如果债务不会立即爆炸，那么日本现在真正的硬约束是什么呢？是它的人口结构。日本是现在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劳动人口持续下降，社保支出持续上升，它的医疗和养老金支出不断的增加。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本的财政压力不是短期的，而是结构性的。一个老龄化社会就必须在3件事之间找到平衡：福利支出、税收负担、经济增长。如果增长不足，税收负担呢就会上升；如果税收上升呢，消费就会受到抑制。如果消费受到抑制呢，它的增长就更弱，这才是日本长期循环的核心问题。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关键的问题：防卫预算持续创新高，为什么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还在加军费呢？很多人会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意识形态的转向，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国家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不同了。一个国家的支出结构本质上也是一种资产配置，军费呢，它属于安全资产。当外部的环境风险上升的时候，安全资产的权重就会上升，这在企业、在家庭、在基金那里都成立，国家也是如此。东亚地缘环境的变化让安全变量的权重上升了，那这是一种风险对冲的逻辑。我们再深入一点其实军费不仅仅关乎于费用，在日本的结构当中，军工、半导体、精密制造高度重叠的，日本在全球半导体设备领域仍然拥有着关键的地位。军费增加往往伴随着他们技术研发、供应链重组、产业的再投资。所以从国家资产的角度来看呢，这更像是战略产业的投资。当然，这事儿有风险，但它不是简单的一种情绪的行为。那刚才我们讲的是资产负债表，现在呢，我们进入第2个变量，政治结构。因为国家的财政政策从来不单纯是经济行为，它同时也是政治行为。在过去的几年，日本政坛经历了明显的震荡。安倍遇刺之后，日本社会对于政治资金的透明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讨论。在媒体的调查当中，日本多名自民党议员被披露和统一教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或者往来。这里呢，我们不做价值判断，
我们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类事件会不会影响到日本的政治信任结构？答案是当然会。过去几年啊，日本政坛曾经因为统一教事件引发广泛的争议。安倍晋三遇刺之后，媒体就披露说嫌疑人的家庭背景和这个宗教组织有关。随后呢，日本的多家媒体都展开了调查，发现很多自民党议员和这个组织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往来或者互动。那这件事儿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包括政治资金的透明度、宗教组织参与选举动员等问题。那么这件事儿对日本的政治信任结构产生什么影响呢？那就是执政的合法性。首先，我们来看政治的信任度问题。当执政党被质疑和特定的组织存在过于紧密的联系的时候，那么社会对政策决策的信任感可能就会出现波动了。而财政扩张、军费增加，本质上都需要民众的支持和默许啊。日本政策的持续推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共识。第二呢，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选举制度，日本采用的是议会制，小选区啊具有胜者通吃的优势，也就是说，哪个党在小选区获得了多数的选票，他获得这个选区的所有票数。那么基层动员能力就在日本的选举当中非常的关键。那么任何拥有稳定组织网络的群体都可能会被变成政治资源。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是日本特有的，全球范围内选举政治都有类似的结构和问题。那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一个宗教，而在于政治体系如何管理这些社会组织的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政策节奏了。当执政的基础受到争议或者压力的时候，那么执政者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经济政策来稳住选民。所以我们看到日本政府通过减税、补贴、发债这些呀，都可能会成为下一步它的重要的政策工具。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财政政策其实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也是政治行为。那现在我们来看日本现在的财政政策是怎么样的呢？暂停食品税，扩大财政预算，防卫支出创了新高。那问题是这些钱从哪儿来呢？日本政府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60%。如果它再暂停8%的食品税的话，每年的财政收入将会减少数万亿日元。那这部分的缺口呢，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来填补了。第一，发债；第二，或者压缩其他的支出。那日本选择的是前者。但是关键的变量就在于它的利率呀。如果一个国家的融资成本极低，而通胀开始回升，那么发债的实际负担是下降的。过去10多年，日本长期陷入低通胀甚至是通缩，债务实际负担并没有被通胀稀释。而现在呢，日本终于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了，这对于债务国来说是一种缓冲。所以从资产配置逻辑来看呢，这是一种用未来温和的通胀来对冲过去高债务的策略。那日本真正的风险在哪里呢？不是军费本身，也不是减税本身，而是3个结构性的风险。第一就是日元，如果美日利差持续扩大，那么资本可能流出，日元可能承压，日元贬值会带来进口成本的上升，加剧它国内的通胀。第二就是产业升级的速度，日本在部分高端制造领域仍然有优势，但是它整体创新的节奏明显放缓了。毕竟老龄化的社会天然就对风险投资不够友好。第三就是内需，如果它的人口持续下降，即便政府减税，消费增长也可能很有限，这才是决定日本长期路径的变量。那前面呢，我们讲了3个层面的问题啊，第一就是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负债端和资本端。第二呢，是它的政治结构和财政结构。第三呢，是它的军费和产业的关系。现在呢，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我们假设日本是一个基金经理，他现在的操作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日本正在调仓，首先就是加仓安全资产。军费的提升啊，本质上就是提高安全权重，在风险环境上升的时候提高安全支出，这是一种对冲的行为。第二呢，它在投资战略产业。半导体设备、精密制造、关键材料都是日本仍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域，军费和产业投资在这里存在着交叉。
第三，它在延长债务的久期，通过低利率的环境延长债务的期限，降低短期的偿付压力。第四，它在用温和的通胀对冲债务。如果名义 GDP 增长恢复，债务率呢在数学上会下降，这是一种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所以日本不是在做情绪的决策，它是在结构约束下在进行调仓。那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未来的收益率能不能覆盖这部分的杠杆？那么日元会发生什么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大家关心日元未来的走势。从结构来看呢，日元长期承压的核心逻辑是美日的利差。如果美国持续维持较高的利率，日本的利率继续走低，那么资本就会寻找收益更高的资产。但是日元并不是简单的贬值逻辑，因为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海外资产持有国，一旦全球风险上升，资金也可能回流日本。这就是为什么日元在历史上既有长期贬值的趋势，又在危机的阶段呢总能够升值，所以它更像是一种周期波动资产，而不是单边资产。第三个，日本股市和产业。日本股市在过去几年呢表现得非常强劲，背后的原因包括企业治理的改善、外资的回流、股东回报的提升。那如果现在它的军费和产业的投资持续上升的话，受益的板块呢就可能会集中在高端制造啊、军工相关的技术啊、半导体设备的链条。但是日本股市长期的表现仍然要取决于它的人口结构、生产率的提升和全球的需求环境，因为股市毕竟是盈利的函数。那么最后，我们站在中国投资者的角度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个高债务的国家不一定会立马崩溃，关键在于它的债务结构、它的融资成本，还有它的资产端的情况。第二，老龄化社会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财政和货币工具呢，更多的是争取时间了。第三，安全支出的上升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构，军费未必是纯消耗，它可能是战略在投资。第四，政治稳定性会影响财政节奏，经济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变量。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当日本这个债务率高达260%的国家仍然选择扩大军费和财政支出，这是它的一次豪赌吗？未必，这更像是一个成熟经济体在低增长和老龄化的压力下，试图通过结构调整延长它的发展周期。但是它能否成功，取决于一个变量，就是生产率。如果生产率提升了，它的债务呢可能会被消化；如果生产率停滞，那它的债务就会成为它的负担。国家也是投资人，他面对的不是短期收益的最大化，而是长期的生存概率。当外部的风险上升，安全的权重就会提高；当它的增长放缓，它的财政就会加码；当政治基础承压，它的经济政策节奏会加快。这些都不是情绪，而是结构性的反应。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某一次的预算案，也不是某一次的选举，而是日本能否在老龄化和高债务之间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如果它能找到，那么它260%的债务率可以被时间消化；如果找不到，那它的问题呢，只能是被延后。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所有成熟经济体都会面临的长期命题。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